咱俩难。第一难是赚钱难，朋友们你发现了吗？现在钱是越来越难赚了，尤其是今年疫情过后，都认为钱会更好赚，没想到疫情过后这钱是更难赚了。各个地方赚不到钱，那是找个工作比登天都难，没有不放假的地方。就像在这苦逼的年代，你是累死累活的，你一天赚不了几个钱，顶着这40度的高温，在太阳底下暴晒，那是汗流浃背，你怎么赚你也赚不上。孩子娶媳妇难，现在这一代年轻人是历史以来最倒霉的一代人，赶上了没有兄弟姐妹，赶上了计划生育管得严，家家都生男孩不生女孩，导致了长大娶媳妇困难，那是要房要车要彩礼，赶上这个年代是愁坏了大人，又愁坏了孩子。更何况有的你有再多的钱，根本都娶不到媳妇。你看看哪个村上没有10个20个的光棍汉，他是过不去关。再说了，现在年轻人也不敢轻易的找媳妇了，找个媳妇可不是简单的事儿啊，找不到媳妇索性都不找了。还真不知道这个当初这计划生育咋计划的。第三是养孩子难，现在养孩子可不比以前养孩子有口饭吃就算完，衣服可以穿破的，鞋可以穿剩的，都不嫌弃。记得俺小的时候，俺都是穿的哥哥的衣服长大的，以前没有这费那费，连校服费都是自己穿的衣服的，铅笔橡皮一用都是好多天。现在虽说上学是免费了，但是这费那费多的没有几10块钱你是过不了关，再加上这边那边补习班特长班了，有很多数不清的这费那费。现在的孩子衣服不穿破的，鞋不穿烂的，吃饭挑3拣4，这不吃那不吃。那养孩子是有多困难，现在是越穷又让生3胎4胎了，可是怎么生，年年生育率年年下降，甚至现在的幼儿园都倒闭了多少个。他说那个老师，你说现在啥行业最挣钱呢？最暴利呀？他说的老师最挣钱，老师最暴利，都不要孩子呀。他说你会养活，但是你供不起。他说我俩孙子，你说咋呢？都是说现在这个补课费是忒贵呀。这1节课你说多少钱？1节课100、150的。你说我这俩孙子都是说这1节课都是300。你说不能净补1节课耶？再说你不能都补1科嘞。他们这个老师，你说跟一个妈养活似的，跟一个老师教的似的，都是一样的口径。他说你们这孩子不是不聪明，都是没个上课懂走私，没往正地方使，他得补课。你说这么一说，咱们当家长的还不给补？你说这也补那也补，你说他妈他爸这1个月在外头打工的钱不够这俩孩子补课费呢。那么前咱们上学时的那老师真是教书育人，说属于蜡烛的燃烧金格是照亮别人。现在这老师他属于那个电灯泡的，到时候了你要补习费，嘎大家的这个渣都给你拉了。他说这个费你得总记着，这1年4季啥节你都得上点供，你要是不上供了，他说你们的孩子都是说上课不好好听讲了，都是总淘气了，凡是总有说是你们的孩子倒是咋儿不好咋是了。礼上到了，到位了，哪怕你们这孩子是大高个，他得安排头去，你这态度没跟上，完了他这个你们家孩子特别挫，他你给你安排那大号去。你们家孩子站哪位得取决于你的态度，你都这玩意儿。他说明面上是教书育人呢，其实背地里干的都是这个和珅的狗凳啊，让你放不。你说政策放宽了，人让养活着，你说乱七八糟这个费用，你说咋不管管呢？你说这老师这1节课都多少钱？你说这一暑假这一放假净补课了，这补课这一暑假多少钱呢？都好几千，这俩孩子呢都是1万上块钱。你说说，你要说
你告诫你还不敢辞职，你敢怒？最近有些地方事业单位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昨天和一个公务员朋友聊天，他说他们单位已经有3个月没有发工资了。听完后很惊讶，事业单位都发不出工资了，那民营企业不是更惨了？今年本来经济形势就不是很好，外贸企业工厂订单都比较少，老板赚的当然也比较少，当然打工的工资也发不出来了，就业的机会也少了很多。公司企业这种情况我还是能够理解的，没想到现在连事业单位都发不出工资了。听朋友说现在财政账户里面都没有什么钱，他不仅没有钱发工资，可能还要裁员和部门的合并。看来没有一份工作是稳定的，大家都在不确定的趋势下想找到确定的事儿，其实哪有那么多确定的事儿呢？现在的钱都去哪了？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办呢？浙江公务员降薪25%，江苏公务员降薪15%，福建公务员也降薪了，达到20%。就连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也没有扛过压力，宣布体制内集体降薪。出让，1995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达到了420亿，到2021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就达到了8.7万亿。可以说土地政策支撑着地方的发展和财政的基本支出。当然了，随着看着这疫情3年，实体经济非常不景气，很多企业的利润在骤降，以至于面临着停产破产。一个非常可怕的数据，大家看一看，今年3月全国市场实体经济注销了126.2万家，其中就包括29.1万家企业，而没有倒闭的企业也带死不拉活，连京东啊、腾讯啊、拼多多这些大厂子也动不动就裁员，可见当下的环境，经济的环境多么的困难。这边发抖音了，这些学生的公交全停了，不给开支啊！看着吗？不给开支啊！公交全停。我好像被公司开除了。跟你们说了，你们网上不要发这些东西了，对不对？你们觉得你们要是不愿意干，你们也可以辞职吧，是不是？既然你们觉得这个渺小，容纳不下你们，对不对？利利索索的这直接一个辞职，是不是？也不要给我们找麻烦了，我们还得给吃这碗饭，把你们照顾过去了，你们要给我们净给我们要挖坑的嘛？让我备受打击。突然失去工作，我的房贷、孩子的学费、老人的赡养费，让我怎么办？我就不明白了。我们一线员工每天起早贪黑的工作，就是为了挣钱，而兰州公交集团自2020年10月至今，一直拖着我们的血汗钱。我只是在自媒体平台发泄了一下心里的苦。为什么就要被开除？我一个老老实实挣辛苦钱的人，究竟哪里做错了？谁也想不到，今年最难最惨的不是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，也不是被裁员的小白领，更不是那些没活干的工人，而是那些自己开着小公司接着小工程的中小企业老板们。越来越多的老板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，之前还能靠贷款续命，现在呢，贷款都快到期了，又没有新的贷款下来，旧的又还不上，眼看着一个一个都要关门裁员了。最近跟一些企业老板交流，都感觉从没有见过如此难赚钱的时代。19年到22年，3年都没有现在这么难。其中一个老板的工地上，管理人员下个月的工资都已经发不出来了，因为甲方说好的付款无限延长，干的活拿不到钱。
下面的材料商呢也赊账很久了，他们又不愿意再赊新的材料了，导致后面的工地已经无法继续施工了。其他几家的情况也差不多，都是经营困难、资金紧张，都在小心翼翼的活着。这些老板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打拼，积攒了一些老本，就这么被垫资掏空了，已经把这些年挣的钱全部都垫进去了。他们也想过不干工程了，专门要账，但这么多跟着自己干了10几年的工人和班组，除了这个，其他的什么都不会，他不忍心呐，所以才想着贷款发工资，停几年看会不会好起来，但是却事与愿违。越来越难坚持下去。局的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新闻，大家听一听啊，就是自今年8月份开始，全国青年人等分年龄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将再